迎来到还想知道，我是主持人主月。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生命科学暨生物科技学系的林秀美老师来到现场，我们欢迎秀美老师。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生科系的林秀美老师。据我所知，老师正带领着实验室的同学进行着手工皂的实验。那想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当初是怎么样开始这个计划的呢？好啊，其实这个想法最初是从学校有时候需要对外赠送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礼品。身为海大的一份子，我就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自身的专长，做出一些既实用又能代表我们特色的产品。后来在和实验室的同学讨论的过程当中，就有了自制手工皂的点子。我们想做的呢，不只是清洁用品，更是可以展现海大形象，同时兼具环保与天然理念的小小心意。哇，原来背后是这样的故事啊！我觉得这样的出发点非常的有意义。那我自己也有用过你们做的肥皂，我觉得香味很舒服，使用起来也很保湿。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呢？当然可以啊。我们目前主要开发了3种的手工皂，每一种都有不同的特性。像是第一种的氨基酸皂，适合敏感肌或者是肌肤比较干燥的人。我们使用了红枣的萃取物，让它在使用上具有温和保湿的作用。那也包含了其他的成分，像甘油、蔗糖，还有来自天然的氨基酸来源，月桂烯谷氨酸这一类的成分。使这种手工皂洗起来不会有紧绷感，用完以后肌肤还会滑滑的，适合冬天或者是干冷的天气使用。了解，那我们这一款就是适合敏感肌、富贵手，冬天的时候可以使用。那我们再请老师来介绍我们第2种。那第2种橄榄皂呢，里面有橄榄油、椰子油以及天然的脂肪酸，像是棕榈酸、硬脂酸，这一类的泡泡呢，它特别的细致，保湿力也不错。而且橄榄呢，因为其含有萃草萃取物的成分，像让整块手工皂的颜色呢看起来相当的天然有质感。听起来这款橄榄皂非常适合喜欢温和保养的人。那我们再请老师带到我们的第3种，那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还有我个人最喜欢的第3种的蚕丝皂，特别加入了水解蛋白蚕丝和褐藻的萃取物。不只让泡泡变得非常的细致绵密，还能够加强保湿与修护。使用的时候还会有拉丝的效果。很多人第一次使用都会觉得非常的惊喜。那其实这些味道呢，都是用天然的精油调配而成的，而且这些香味呢是有层次的，一般大概分为前调、中调跟后调。首先是前调，使用完以后呢，最先闻到的是清新的香味，那多为是轻盈活泼的花香或者是果香，像是柠檬。那由于前调用的分子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它的味道大概可以持续10到15分钟。接着是中调，使用的成分呢分子量大概介于前调跟后调的中间，味道是可以持续1到2个小时。最后呢是后调，分子量是最大的，味道沉稳厚重，以木质香为主。像带有大地气息的广蕙就是代表后调的香味，味道大概可以停留2到4小时。哇，我们每一款背后都藏着这么多细节，真的是感受得到老师跟学生们的用心。是啊，我们的理念是希望每一块手工皂呢都能够做到有感又无害。成分天然，对肌肤友善，而且不添加多余的化学物。这也是我们想带给使用者的感受。简单安心，然后有温度这样子。那这样老师还会不会想要开发其他产品，例如洗发皂、洗手乳这种也是贴近日常生活用品的产品呢？目前倒是没有这样的打算啦。因为做手工皂其实是很花时间的。也很需要人力，从配方的研究，然后到称料、混合，还有入模、脱模，每一个步骤呢都不能马虎。而且我们的目的呢是让学生从中学到实作的经验，而不是追求大量的生产。
我希望这个过程呢能成为他们学习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工厂一样在做生产线这样子。了解，我觉得这样真的超棒的，不只是把课堂上的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还可以替学校加分，甚至是创造自己的个人品牌。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的感人。谢谢老师今天带来的分享，那也谢谢老师今天来到还想知道。如果想要联系老师的话，老师的联络方式在这边，可以写 mail， 也可以打电话给老师。再次谢谢老师今天的莅临。那如果还有老师想要跟我们分享你的创意实验品的话，赶快联系我们，我们下次见，拜拜。